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 ComfyUI 系列教程。那么接下来的几期教程呢，我们将针对 SD Web UI 当中的一些功能模块，逐一的在 ComfyUI 来实现。OK， 首先呢，我们来打开这个 Web UI 啊。之前是我们已经简单的实现了这一个界面的功能，对不对？那么剩下的功能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里其实还有一些额外的功能，比如说高清修复，这个平铺我们基本上是不用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面部修复，所以用到的呢，在纹生图里也就是这两个功能。那其实通常我们在这里用这个高清修复并不多，对不对？那说到本质呢，这个高清修复也就是图片放大的重绘重采样，和我们图生图这里是一样的。那么说到重绘放大呢，就不得不提欧阳之前所出的这个 Web UI 当中的一个3重放大法，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把 ComfyUI 当中的这所有的放大模块，包括后面的这个附加功能都给它会了。那么为什么叫后期？到我们到了 ComfyUI 就知道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来到 ComfyUI。首先我们来加载一个默认纹生图的工作流啊，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接下来呢，这里我们顺带再说一个小功能，其实 ComfyUI 的功能特别细碎，有些东西没有办法组织成体系，所以欧阳争取每一期都插一些这种细碎的小功能。那么这一期我们在放大基础上额外实现的一个功能就是 LoRa 模型的一个加载，因为我们生成图像嘛，肯定要有加载一些 LoRa 模型才会更好看啊，效果更好。之前呢，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个节点目录了，对吧？在这个加载器里呢，有一个 load LoRa， 对吧？就是 LoRa 加载器。那么这个加载器出来以后，我们要怎么连呢？其实通过这个节点的输出和输入呢，我们基本上就能分析个大概齐，它在我们这个模型输入当中的哪一条线路。这里要说的一个概念就是输入的管道，因为未来我们用到所有的外挂的一些东西啊，总是需要挂载到我们这个 K-Sampler 的一个输入里面去。可是目前我们这个 K-Sampler 大家注意一下啊，它所输入的类型呢就3个类型，无非就是3个啊，一个是模型数据，一个是这个 clip 数据 clip 编码的数据，第二个是这个 latent 的数据。那么以后所有挂载的东西都要输入到这3个管道当中去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个管道信息的一个概念。所以通过加载这个 LoRa，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用的管道是哪一个呢？那自然就是这个 clip 管道和模型管道，它占了2个。但这个 clip 呢，它不是条件，拉不过来，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肯定是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文本编码之前的。那么通过管道信息分析，我们就一目了然它应该怎么加载了。就我们主模型的信息先经过 LoRa 的处理，包括我们这个 clip 主模型的 clip 呢，也要经过 LoRa 的处理。那么 LoRa 处理完以后呢，再给过来，把 clip 给到我们的文本调整以后再传输给模型。LoRa 处理完以后的模型呢，就可以直接给到这个采样器了啊。基本连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连法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再实现一个小功能，就是我们这个 clip。我们切回来可以看到，在设置一些动漫或者是写实的时候，这个地方会调整，对吧？比如说跳过 clip 几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调整层。那如何在 ComfyUI 里加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 clip 拖出来，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 clip 设置一个停止层。那么英文界面呢，我们尽量来这么对照一下，双语言结合理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那么过来以后，我们自然可以看到这个 clip seed last layer， 我们要跳过这个 clip 几层。那这里可以看到默认是-1，就是跳过1层。如果我们要出动漫效果的话，就-2，跳过2层。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clip 重新连给文本，所以这样下来，我们这一套流程就打完了啊。那么如果我还想加 LoRa 模型怎么办？比如说我这张图需要3个、5个 LoRa 模型，也很好办啊。我们直接复制这个 LoRa， 继续接回来嘛，一样是串接形式的啊。我们来横向的来看，一个串接形式的，大家就能看明白，对不对？那么这样呢，我们这个 clip 是从模型过1遍、2遍、3遍、4遍，最后输出给文本，然后最后一个模型输出给到我们的 K-Sampler 采样器啊，不一定是 K-Sampler， 其实任何采样器它都是需要这个模型输入的嘛，对吧？那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串联型的 LoRa， 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我们主模型到 LoRa 的一个模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模块以后呢，再来一个小功能，我们按住 Ctrl 框选这么几个模型，框选以后我们点击旁边点外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储存为模板Template， 把这个模块就可以单独储存了，点击一下 Load LoRa's。这样的话，我们就为这个模块创建了一个模板，然后我们把它删除掉。我们右键在下边最后一个节点预设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创建的这个模块组了。点击模块组 OK， 我们这一个提前预制好的模块组就被读取出来了，对不对？很方便，我们自由的拼接，这样我们就做了一个 LoRa 的加载组。当然了，现在我们不需要用到那么多 LoRa，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删除掉，只需要1个 LoRa。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LoRa， 下面有2个选项，就是强度，直观的看到就这2个参数输出的强度。那通常我们在 Web UI 当中这2个强度是
相关的，上面的强度是多少，下面的强度就多少。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直接可以通过一个参数就给它搞定了，对不对？不需要再设置2遍。那这里呢，我们怎么做能简化我们未来的操作呢？那说到这，大家应该就想到我们上期讲的把参数提升为变量。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把这个2个强度呢全部提升为变量，输出以后呢，我们这边再新建一个实用工具里面的元节点啊，我们直接读取它们的信息，可以看到是个 float 一个浮点数，两边呢直接对接，全部连过来，我们直接输入这边的一个 float 就 OK 了，一个参数就可以控制这2个参数了。那这里我们也简单的复习了一下上一节的内容啊。好的，简单唠唠说完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说我们这个放大组件啊。其实之前我们了解了空间以后呢，这个放大相信大家也知道了，有2种方法，对不对？哪2种呢？给大家1秒钟时间考虑考虑。好了，时间已到，既然讲了空间了嘛，那么放大呢，自然就是在空间内放大和空间外放大，对不对？那我们说到的第一种在空间内放大呢，它其实相当于一种重绘。就这样的放大呢，它放大了以后它是有细节的，因为我们还是要在采样过程当中，它描绘的过程当中放大的，这就是我们在 WebUI 当中所说的放大算法的第一重重绘放大。那么如何实现呢？那既然是在空间里，我们自然要找到这个 latent 的一个输入或者输出。输入肯定不是，我们刚开始肯定是给它的一个空白图片，因为我们是文生图，对吧？那肯定是输出了，它已经生成了一个图像的样式了，但这个样式呢，它的分辨率并不够，只是512的512啊，这个。那接下来呢，我们让它输出不转码拖下来，进行呢2次的放大。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2个选项，一个 latent 的缩放，一个呢按系数缩放。那这2个呢，其实和我们那个页面设置一样，一个就是按比例缩放，一个呢就是按我们制定的一个像素缩放。上面这个的缩放是我们可以制定一下它的宽高比，下面呢我们直接给它倍数就 OK 了。那么接下来缩放了以后怎么办呢？那通常我们会想的，直接出来以后给它一个 VAE 的编码，编码完以后我们再给它一个 preview， 对吧？那这样对不对呢？我们直接来生成来看一下啊，这里我们需要一个 VAE 的编码，我们需要把主模型的编码重新拖拽过来给到它，因为可以看到这个主模型的编码过来特别的远啊。我们一种方法实现呢，直接 load 一个 VAE 就可以，这样呢不会特别乱啊。那如果必须用主模型的呢，其实这里节点，说到节点最重要的一个是线路清晰，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一个逻辑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习惯。那么这里呢，我们为了梳理线路，再分享一个小技巧，就当我们拖拽这个节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点中键不拖拽，这样的话可以出来一个中转节点，这个在我们中转节点通称也叫理线器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把理线器呢直接拖拽到这儿，然后上面呢给到这个 VAE， 下面呢我们再出来一个给到下面的 VAE，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视图就相对要清晰一些。不行的话，我们再在这儿建个理线器放到这儿也是可以的，这随便看我们怎么理啊。那细节就是这个理线器可以横向可以纵向，现在是横向啊，我们右键设为垂直接口，那这样的话它是个纵向，更方便我们进行不同形态的调整吧啊。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就这么个东西，我们直接连过来吧，然后重新我们来生成。这边我们直接进行了个浅空间放大，然后直接解码了。那可以看到直接解码呢是不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基础缩放节点呢都是直接粗暴的对图像进行一个放大，不管是在浅空间里还是在浅空间外。就好比我们这张小的图像，我们直接将它粗暴的放大啊，就在我们绘图软件里这样放大，你会看到它不会有任何的细节修复，它只是尺寸变大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是要进行2次的采样和细节重绘的。把这个采样器我们挪过来，复制一份，然后进行一个放大后的2次采样，把这个 Ksampler 连进来，把它俩呢直接挪开之后呢，正负向提示词和模型呢一样，我们从这边拖拽过来，因为这个位置呢它确实是有点麻烦，我们需要重新理一下线。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路线它就比较明确了，然后我们直接再点击生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就明显的有了一个分辨率的提升了啊，放大了看一下，这边分辨率明显要比这边高。那有个问题可以看到，我们放大了以后它的样子会变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的重绘幅度太高了。一样的，这里我们要给它低一点，给到 0.5 左右，它的这个重绘幅度还不能太低啊，在 0.5 到 0.6 之间一般是差不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采样器，因为为了速度问题呢，这里是没有设置采样器的。如果调整一下呢，我们这边采样器应该是要设置一个优质的采样器，给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曲线来进行第一次的浅空间生成质量提升。第二次呢，我们要为了图形稳定呢，我们还是和第一个采样器的方式是一样的，两个都是同一个采样器。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让它快一点，就用一个 normal 的调度器。现在呢，让它的倍数扩到2。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最终出来的是1024的图，这样呢我们对比的更明显，我们直接点击生成。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对比一下2张图啊，这个是1024的，这边呢原始的512的，可以看到它重绘了以后，它的细节呢更好。接下来说了基本的潜在空间的之前的一个放大之后，是不是就说到潜在空间以后的真实像素的一个放大了？真实像素在这个里我们怎么实现呢？其实也很好办，这一步呢我们就不是浅空间所出来的了，而是在最终图像上进行2次放大，是不是从这个地方走？预览完以后呢，我们
们再出来一根，是不是就可以让它进行最终图像的调整和放大？那么这里它给我们的节点没有，我们需要进行新建节点。同样在这个菜单里，我们选择图像，在图像这里我们找放大。那这里放大同样有这么几个选项，一个是直接缩放，一个是按系数缩放。那这两个呢和我们那个浅空间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它并没有算法，就是直接粗暴的放大了。那我们通常用的就是这个，通过模型进行放大。那我们在这个切换语言里看一下啊，可以看到有一个通过模型，就 using mode， 就使用模型进行放大，就是用模型算法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点击这个使用模型，可以看到它需要加载一个模型。那么这一步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SDUI 的后期放大了啊。我们切过来直接看到这个附加功能后期放大，就相当于这一步，只不过下头没有这么多所谓的设置，它只有一个选择模型。其实在我们选择的时候也是这么选择的，对吧？直接选择一个缩放模型，直接这边拖过来图就进行放大了，一样的，在这边也是一样。我们直接把这个模型拽出来，load一个模型，可以看到 upscale model loader 就是读取我们的放大模型。我们回到中文其实也是一样啊，这边我们直接拖出来，然后可以看到放大模型加载器，对吧？这里呢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那放大模型我们这时候就可以选了，选到我们曾经所用过的放大模型。欧阳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 US 放大啊，它是一个锐化的4倍放大。OK，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直接这边再输出一个预览选项啊，预览图片，然后我们放到这边上面这边来，我们再进行一个生成。OK， 那么我们刚才理了一下线啊，可以看到我们进行了2重放大，这边就是我们已经通过放大模型在浅空间以后的 pixel space 像素图像上进行的一个2次放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效果其实还可以啊，看一下这个图像的它的分辨率啊，我们先把它保存为图像，可以看到它是4096的4096，对吧？也就是放大了4倍吧，从这个1024放大到了4096。那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个图像对比啊，确实是比之前强不少啊。像我们之前就是在 WebUI 我讲那个 WebUI 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比如说这个放大模型，它直接通过1024，当时我用的是400×600吧，不忍直视。那么现在呢，其实它这个锐度也好很多，我们做一些什么小设计啊，一些东西啊哈，这个质量我觉得是可以的了。当然之前我们那个3重放大的这个说法呢还是要有的啊。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 SD 的插件了。这里我们如果直接下载的话呢，我们直接找这个管理器，从这种方式下载啊，搜索这里我们直接搜索 scale 一个放大。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个 SD 的放大，可以看到这里啊 SD 放大，记住这个前缀啊，这个前缀是 SSITU， 这是一个作者的一个前缀，可以通过这直接点击打 GitHub。如果没办法直接从这拉取的话，欧阳还会把这个源码分享到我们这个网盘里面。当我们下载了这个插件，并且重新启动了这个 WebUI 以后呢，在这里啊，我们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这里我们点击右键新建节点，在图像的放大里边，我们就可以找到下边有 SD 的放大，一个是放大，一个是不放大，什么意思呢？我们直接把这两个都拿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节点特别大是吧？特别复杂，不需要担心啊，因为它其实这个节点它是混合了一个采样器的，就本身它这个节点就是一个重采样的节点，只是说它的采样方法不一样，它是用区块式，就和 SD 里面是一样的，这个插件也是区块式的进行一个渲染。那么两个节点有什么不一样呢？可以看到这个原始 SD 放大它是有一个放大模型输入的，而这边呢是没有放大模型的，所以说它起到的就是一个2次采样，一个2次修复。放大流程呢我们是不用这个的，我们直接用这个放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节点，其实没有那么多设置，都是我们之前接触过的。我们先看上面这一块，就和我们采样器是一模一样的，随机种的步数 CFG 采样器、调度器、降噪，就是我们这个重绘幅度，对吧？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下面有一些不同。那再不同呢，也和之前的插件是一回事啊。我们每一个区块要分多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区块给它768，那么这是它一个区块的大小设置。那么下面呢，区块的边缘的模糊、拼接嘛，边缘要给它一些羽化。那么区块的分区，这个通常我们是不设置的。接缝修复模式是否要打开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啊，通常我们就用这个，它的这个修复比较强，那么这个是比较弱的。下面呢是2种方式一个结合折中的一个方式啊。我们比如说选择了修复的话，这边的修复的降噪啊，以及它的修复宽度、边缘羽化等等啊，这里都能看得一目了然啊。通常我们这里不选的话，下面呢是不起作用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我们挪过来这个放大模型，直接给到这边之后呢，和采样器一样，我们一样要把这些线呢给它挨个的全部连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它这个整个一个放大过程呢是融合了我们这边所有的节点，它唯一不一样的是它输入的时候呢是用的这个图像输入，也就是说解码以后的图像给到它其实是在这里面呢将图像又重新转回了潜在空间啊，进行一个2次的渲染，然后再利用这些曾经采样器所需要的所有的参数进行一个放大，进行一个重绘。那么在这个重绘过程当中呢，它是结合我们这个放大器啊，就是这个放大模型进行重绘的，所以它是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所有的流程呢全部都整合到一个放大器里面了。而唯一不同的就是它是区块式的重绘，而不像我们这个是整个一张图片进行一个重绘。OK， 接下来我们就这边直接可以生成一个预览
览图。但是我们现在呢，并不是要的这个放大图像，因为这个放大太大了，它已经放大到了 4K 了，对不对？我们要的是这个，也就是前面的这一步骤的这个图像。我们原始的3重放大，大家要清楚啊，现在有点乱，是不是啊？清楚啊，第一步是浅空间放大，第二步是 SD 放大，一样是浅空间重绘，第3步呢才是我们这个最终的一个放大啊。所以说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图形传过来。那么这边呢，我们稍微调节一下它的系数，比如说现在的图像我们得到的是760，2倍的话它就1440啊，我们给它3倍，就是2K。然后下面的采样呢，我们和之前的采样尽量保持一致，降噪呢我们不会特别多，0.3到0.4或者0.2也可以。接下来呢，我们重新进行一个图像的生成。那么这里在 SD 放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针对每一个区块和我们在这个 SD 里是一样的。那么额外要说的一点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下面为什么这个采样器下面没有这个小图标预览呢？又或者右边没有预览，右边的预览就是我们之前安的这个军刀了，对吧？如果是下面这个采样器的预览呢，我们可以在管理器这里找到左边有个预览方法，在预览方法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是无就是下面没有这个预览小图块，其他3个呢都是有的。第二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上边如果用到插件以后，这个上边它都有一个标注，这我以后也会标出来，大家可以方便的看到这个节点是用的是哪个插件。那如果没有插件呢，是个小狐狸，那这就是 Config 自带的一个节点。那这个怎么展示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刚才这个 Manager 这边有个标签，我们可以选择显示标签名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节点右上角就会显示它所属的插件组了。这是2个关于设置方面的小点。好的，那么渲染完以后，我们回来看一下，现在是一共是4张。第1张是原始图，第2张呢是我们经过了重绘重采样放大的，这是768的。那么第3张呢是768以后，我们直接就用放大模型给它放大了4倍，直接相当于 4K 了。第3张呢是我们经过重采样的768，又进行了一个 SD 的3倍放大，那也是2K 的图像。所以说这2个图像你可以看出来明显 SD 的效果要比左边这个好一点。这个3072的分辨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US 放大的，它又绘制出来一些细节，比如说这个星空，比如说下面的它这个瓶子里面的一些纹路。右边呢是4096干拔的，可以看到它就没有这些纹路，有了一些这些星星点点这是它本身算法的算是一个补充。但是我们明显看出来这个后期放大它比较平，而重绘放大可以看到这个星空它也不太一样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说到的这个3重放大，现在呢只是做到了2重。说到这大家是不是有点晕呢？因为我们这个实例比较多，其实这边应该直接再拖拽出来一个我们这一套流程，就后期放大的这一套流程，把这个 C 微过来，让这个图像再重新进行一个后期的放大，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最终的3重放大的一个效果，对不对？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点晕，我们重新来捋一下边捋呢我们就边把这个流程给它做成模板。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2次放大，1次2次这就够了。第1次浅空间以后呢，我们后期放大。目前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呢，觉得也没有特别多的瑕疵了如果求快的话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些点呢我们先给它断掉然后这边我们要的这些点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做成一个模板化。比如说我们这些点涉及到哪些呢？这个预览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直接出这个2次的放大图像，这就是我们整理梳理的一个过程大家通过梳理的时候呢，你能更明确的看到我们之后需要哪一些放大，然后摁住 Ctrl 把这一系列的节点呢都给它选住以后，把它做成一个模板，储存为模板。那么这个模板呢，我们可以叫做 Two Step Normal Scale 2步的普通放大，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步模板。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在任何的生图的流程当中呢来运用我们这个模板。比如现在我们直接把它删掉，我们直接右键预设节点，找到2步放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线连过来就 OK 了。那么3步呢，我们可以直接删除这个，直接先把这边删除了，然后把我们这边第2步的步骤呢，就是 SD 放大给它放过来，然后把我们这边浅空间2倍的基础图像连过来，然后这边我们进行一个3次的后期放大。最后的放大呢，我们可以把预览图放过来。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比如我们这边出了个 0.3 的比率，这个比率我们是需要改的1024给到这边我们乘以3就是 3K 了，所以这边我们其实应该给它一个2倍的放大比率。那这样的话是 2K 出来以后呢，这个放大节点它有个问题，就直接乘以4，我们没有办法调节这个节点的比率，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管无非就是出来就是 8K 呗，对吧？而且它用这个后期放大模型呢，这块它比较快的，因为它不涉及到重采样。那之前我们也说了，这个模型你给到它的图像这个底越精细，它放大的效果也就越好，可以不在乎。如果我们非要出 4K， 那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乘以4的这个图像呢给它修整一下。怎么修整呢？其实我们的选择也很多这个地方我们是很灵活的，不是说一个答案是死的我们用 WebUI 它没有完全绝对的答案，也没有完全相似的工作流，完全靠我们的思路。那这块我们想改一下图像，我们可以在这个输出的地方改它的 2K 图像，也可以在最终这个输出的地方改它的 8K 图像。在这儿改的话呢，我们进这里放大的时候呢，它的图像就没有那么大，质量呢不一定好。在这儿改的话呢，
呢？那我们这个模型计算的时候呢，它可能要计算的图像比较大，计算比较慢，但是这个地方的计算我们也说了，它要远比从采样要快得多，所以说即便给它大一点的图像呢，其实也无所谓的啊。这里呢，我们就选择直接从这个地方出，让它把最后的最终图像给我们压缩成 4K。处理图像呢有几种方式，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图像缩放啊，我们直接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图像缩放，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画面的尺寸给我们固定到，比如说就是4096。那么最后呢，我们这里出来的图像就是一个 4K 的，而不是说原本的 8K。OK， 那么这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先忽略它，然后退回来，我们把它全选，直接保存为我们一个模板预设。这里呢，我们就叫 3step 超级放大，我们给它来个 Super Scale。这就是我们3步最终的一个3步超级放大法。当然了，相比欧阳之前那个 SD 的视频呢，还是少了一些步骤，比如说我们又添加了 ControlNet 的细节增加，然后又进行了 Inpainting 的细节修改。这部分的组件模块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说到啊，之后呢，我们也会慢慢的把这部分的模块也给它完善了。OK， 现在呢，我们这个流程讲完以后，捋顺了以后，我们来一个正式的案例啊，也为了让大家重新巩固一下，我知道这期可能说的有点多啊。第一张是这样一张，我们可以将其放大作为一个壁纸的案例。第二张呢，我们以这样一张吧，因为最近不是过节嘛，上线了很多相关圣诞节的一个 LoRa， 我们就下来一个，在这个基础上来实验一下。OK， 我们先来这个第一张，我们直接拖进来就有这个工作流了啊。在这里呢，我们直接是简单生成了一张，我并没有放大。这里呢，我们调用之前所用的一个2次放大，节点预设2步放大，直接对接过来就可以。这样的话，应该能还原出来我们之前图像的一个完整样貌。我们点击生成，它生成的时候，我们这里忘了说了啊，这边用到的一个主模型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Mix Unreal， 这样一个 2.5D 的模型，我觉得还不错。那么之后用到的这个 LoRa 是这个，一个圣诞节的 LoRa， 我也觉得它这个服装的训练的，我觉得挺棒的。那么第一张图像呢，我们实验的这一张啊，就只用了它单纯的这样一个模型啊。现在我是按照它这个提示词改出来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之后呢，我们再结合这个 LoRa 来生成一个穿圣诞服的美女啊。OK， 那我们2次放大完成以后，可以看一下我们进行的2步放大。这第一次放大的可以看到它的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细致。那这边呢，我们进行了浅空间的小幅放大，又进行了一个后期放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效果，我们打开一下这个图像分辨率76804352，这个分辨率真的是豁大了啊！现在我觉得这个图来做壁纸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 4K 的显示器都没有问题，我这1080的更没问题了。可以看到这个眼睛的细节已经很好了，我感觉现在直接这么放大这个效果已经堪比我们曾经的就是3步放大了。如果还不够，那我们再来3步放大。在3步放大的时候，我们来说的就是这张图，穿了圣诞服的，这个是结合了我们之前那个 LoRa 的一个文件，对吧？拖进来以后，这边我依旧是没有加载这个放大插件啊，只是生成了一个图像而已。来看到这边的 LoRa 我是加载了一个，然后绕过了一个，那这个绕过的我们也可以直接删除掉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直接来一个3重放大，在我们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把这个3重的节点拿出来，我们直接把它放过来。我是有点强迫症啊，非得把它这个线给它连直了才觉得舒服。然后我们直接来生成。OK， 那么现在已经生成完毕，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预览我少放上来一个，那么就是这个直接从 SD 出的图，我这里没有给大家做一个预览，而是 SD 出完以后我们就直接放大了，所以现在看的是 SD 放大了以后再经过这个后期放大的一个图像。那么这对于人物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原图512768，可以看到面部区域太少，它是崩的，对吧？那当我们第一次修复了以后，就是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就潜在空间进行了一个略微的放大，1024的1440，这个时候就都可以看了，但是一些细节并不太清晰。之后呢，我们进行了 SD 放大，那这一步呢，我们没有拖出来这个预览节点，我们直接看的就是 SD 放大了以后再进行一个高清的4倍放大。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到放大以后呢，它的面部呢会逐步的修复啊，最后这个面部它就比较精致了。那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啊，之前是这个文件嘛，是 7K 的分辨率啊，那它是55兆，那我们这个文件直接是 2K 放大 8K 啊，分辨率比较夸张了，8192的12288，双点开它来看一下，其实就没有必要了。为了节省空间，其实我们可以像之前所说的，在输出图像上进行一些约束。其实即便是再高分辨率，你放大到一定程度还是有瑕疵的。那这里可以看到它衣服的细节基本上是很详细了，很详尽了啊。那这就是我们一个3次放大的一个效果，它的另外的作用就是我们 SD 重绘了它的面部了。OK， 那么这就是我们有关 SD 里的放大，在我们 WebUI 里应该如何实现、如何拼接、如何组装这些不同的 nodes 和组件了。那么另外一点涉及到的就是这个人物的面部啊，我们想单独修复面部，就涉及到我们这个 WebUI 当中的一个面部修复了。那这个应该是我们以后的一个话题。确实，面部修复这一块在 ConfigUI 里它并不是那么
么简单容易实现的。当我们之后掌握了更多的方法和手段之后，我们再来分享这个面部修复到底怎么做。那最后值得一说的就是，当我们一旦未来的教程涉及到了这个流程工作流的时候呢，具体的节点的拼接方式的时候呢，我也会把我们这个图像呢上传到我们这个网盘。如果想参考我们这个节点的流程呢，就可以将图像呢直接拖拽到我们这个 Config UI 里。不同的图像它都能读取出不同的这个工作流来，但是生成的图片呢可能会有所不同目前也没有找到特别确定的如何能100%复现的方法可能我们生成的图像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这个功能呢是都能实现的OK，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所分享的在 Web UI 中放大的所有的流程了。如果对使用 Web UI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系列教程了。那我们下期再见。